在某些安静的时刻，你会不自觉地想，如果我再更好一点，是不是一切就会不一样？你开始调整自己，修正情绪，压下不安，试着让自己变得更稳定、更成熟、更符合期待。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努力当成一种进步，让你持续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。但在这条路上，你也悄悄地遗落了一些东西，那些不完美的感受，那些还没整理好的部分，那些你觉得不够理想的自己，被你慢慢收起来。你以为只要变得更好，就能被接纳，就能安心存在。但那种努力却让你越来越疲惫，因为你一直在试图成为另一个人，而不是回到自己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感到缺少的，不是还不够好，而是你与自己之间的距离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急着修正，而是轻轻地看向那些你曾经想要藏起来的部分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这些也可以被留下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允许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需要分裂自己。当你开始把那些被排除的部分一点一点带回来，你的内在会慢慢整合。你不再只是那个努力表现好的自己，你也包含了不安、混乱、脆弱，而这些并不会让你变差，反而让你变得真实。当你是完整的，你就不需要一直用力维持某种形象，你可以自然的存在，自然的表达，自然的选择。你的大脑会开始适应这样的状态，让做自己变成一种稳定的路径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整合里找到平衡，让你不再耗费力气去对抗自己。当你停止追逐更好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你其实一直在接近的，不是一个更完美的版本，而是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而那个自己从来没有缺少过，只是等你愿意把所有的部分都带回来，放在同一个地方，让你终于可以不再努力成为谁，而是安静的成为你自己。有些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还不够，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，少了能力，少了自信，少了一个让一切开始的关键。于是你开始寻找，想让自己更完整，更准备好，更接近那个可以开始的状态。你的大脑会不断分析，告诉你还需要再多一点，再进步一点，再确定一点。但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也慢慢把现在的自己放在后面。你以为等到足够了，你才可以真正前进。可在更深的地方，你并不是缺少，你只是还没有完全打开自己。那些你以为不存在的能力，其实只是还没有被允许出现。那些你以为不属于你的可能，其实只是还没有被你看见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急着补足什么，而是轻轻地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足够了呢？这个念头会在你的内在打开一个空间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新的讯号，原来我可以不用再等待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处在还不够的状态。当这份紧绷松开，那些原本被压住的部分会开始浮现，你的想法变得更自由，你的行动变得更自然。你会开始尝试，开始表达，开始走向那些曾经觉得还太远的方向。你会发现，
很多东西不是你没有，而是你还没有让它发生。当你愿意打开自己，允许那些未知的部分被看见、被使用、被信任，你的内在会开始流动，让你慢慢展开，不是变成别人，而是成为那个一直都在你里面的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从来没有真的缺少过什么，你只是一直把门关着。而现在的你，开始愿意一点一点地打开，让光进来，也让你自己走出来。在某些关系里，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，说适合的话，表现刚好的样子，收起那些可能不被理解的部分。你以为这样会让一切更顺利，你的大脑会把这种适应当成一种维持连结的方式，让你更容易被接受，更容易融入。但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也慢慢与自己产生距离，因为你不是完全的存在，你是在一种被修剪过的状态里与世界互动。久而久之，你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，因为你需要一直维持，一直留意，一直确保自己不偏离那个可以被接受的样子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感到累的，不是关系本身，而是你在关系里没有完全是自己。当你在某一刻愿意少一点修饰，少一点迎合，多一点诚实地表达自己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存在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真实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需要持续维持一个形象。当你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自己，你与外界的连结也会开始改变。那些需要你不断调整、不断压抑自己的关系，会慢慢变得不再那么贴近，而那些能够接住你、理解你、不需要你伪装的连结，会开始出现。这不是因为你刻意吸引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改变了存在的方式。你的频率开始稳定在一个真实的位置，让不需要伪装的关系更容易靠近你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不需要成为谁，也不需要调整到刚刚好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，让那些真正适合你的自然地留下来。当你不再隐藏，你也不再需要猜测，因为你所吸引来的会是能够看见你，也允许你存在的关系。而那样的连结不需要用力维持，它会在真实之中安静的、长久的存在。也许在很多时候，你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很高，你习惯撑着，习惯忍住，习惯在不舒服的时候告诉自己再一下就好。你以为这样才是坚强，你的大脑也会认同这样的方式，把压抑与忍耐当成一种面对世界的能力，让你可以继续前进，不被情绪影响，不轻易倒下。但在更深的地方，你的神经系统却长时间承受着没有被释放的压力。那些被压住的感受没有消失，只是静静的累积，让你在某些时刻突然感到疲惫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撑什么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并不是不够坚强，你只是还没有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自己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急着逼自己撑住，而是轻轻地问自己，我现在其实在感受什么？这个问题
会让你的大脑从控制转向理解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忽略那些讯号。当你愿意这样靠近自己，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被你视为脆弱的部分，其实只是需要被看见。当它们被理解，它们不再那么强烈，也不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出现。你开始能够在感受里停留，而不是逃离。你开始能够照顾自己，而不是只要求自己。这样的你，并没有变得脆弱，反而更稳定，因为你的力量不再只是来自压抑，而是来自一种内在的支持。当你学会温柔对待自己，你的大脑会建立新的连结，让照顾自己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经验里找到安全，让你不再需要一直撑着。你可以累，可以停，也可以重新开始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真正的坚强不是让自己无感，而是当一切发生时，你仍然愿意站在自己身边，不离开，不否定，只是温柔的陪自己走过。而那样的你，会比任何时候都更稳，也更有力量，因为你终于学会如何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只是撑下去，而是好好的对待自己。某些时刻里，你会不自觉地想把自己修整得更好一点，把情绪收好，把不确定藏起来，把那些看起来不够稳定的部分慢慢压低。你好像在为自己打造一个更安全的样子，一个比较不容易被质疑，不容易被拒绝，也比较容易被接纳的版本。你的大脑会习惯这样的调整，它会告诉你，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稳，这样你就不会出错。于是你开始朝向更完美靠近，但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也慢慢远离了某些真实的部分，那些还在探索的自己，那些偶尔不安的感受，那些不那么确定却很真实的声音，被你一点一点收起来。你以为这样会让你更完整，但却也让你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，因为你正在努力维持一个样子，而不是单纯的存在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其实不是需要变得更好，你只是太习惯把自己修剪成一个应该的样子。当你在某一刻愿意放下这样的要求，不再急着让自己看起来正确，而是轻轻地允许自己就是现在这样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不需要一直调整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允许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持续处在被检视的状态。当你不再追求完美，你的内在会出现一种空间，让你可以呼吸，可以感受，可以不那么用力的存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原本想隐藏的部分，其实并不需要被消除，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。当你让它们存在，你整个人会变得更立体，更真实，也更有温度。你不再只是表现一个样子，你开始成为一个完整流动的人。你的大脑会慢慢适应这样的状态，让真实成为一种新的稳定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存在里找到安全，让你不再需要时时修正自己。你可以在不确定里存在，在不完美中前进，在混乱中慢慢找到方向。这样的你，并没有变得比较脆弱，
反而更靠近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完美从来不是你需要抵达的地方，那只是你曾经以为的安全。而真正让你安定的，是当你不再逃离自己，不再修剪自己，只是安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允许一切如实存在。当你这样存在时，你就不再需要证明，也不再需要扮演，你只是单纯的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让你的呼吸、你的感受、你的存在都回到同一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没有完美，却很真实。也正因为这份真实，你开始感受到一种深层的自由，一种不需要再成为谁的轻松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活着，世界也不再要求你完美，它只是静静地回应这个真实存在的你，让一切在不刻意之中自然地展开，而你就在这样的展开里，稳稳地成为你自己。在很多时候，你会以为自己需要改变，改掉某些情绪，修正某些习惯，变得更稳定，更理性，更符合你心中那个应该的样子。你的大脑会不断分析，找出哪里做得不够好，哪里需要被调整，让你持续朝着一个更理想的版本前进。但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也慢慢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被修正的对象，好像现在的你还不够被允许存在。当你开始慢慢停下来，不再急着改变，而是轻轻地看向自己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需要修正的部分，其实都有它的原因。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反应，也许曾经保护过你；那些你觉得不够好的习惯，也许是在某段时间里帮助你撑过某些不容易的时刻。你的神经系统一直在用它能理解的方式让你活下来。它并不是错的，它只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里。当你用理解取代改变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不需要被修正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看见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把自己当成问题。当你开始理解自己，你与自己的关系会改变。你不再急着排除那些让你困扰的部分，而是慢慢去看他们在说什么，他们在保护什么。当这些被理解，他们就不再那么需要用力存在。你会发现，有些反应自然减弱，有些习惯开始松动，不是因为你强迫自己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看懂了它。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自己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过程里慢慢更新，让你从过去的模式走向更贴近现在的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一直以为的需要改变，其实只是还没有被理解。而当你愿意重新认识自己，你就不再需要成为别人，你只是在这段过程里，一点一滴的回到那个本来就存在的自己，让你不再对抗，也不再迷失，而是安静的与自己站在同一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
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